好，那终于使用这款 Galaxy Z Fold 5一阵子，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就来聊一下我使用的心得究竟如何。那今天这个影片会包含它的续航力如何啊，游戏表现啊，和它的拍照体验究竟好不好，以及我一些使用上的心得。那我最后会给你一些购买建议。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力究竟好不好，因为它这次电池都没有增加嘛，一样是维持了4400毫安时。那我使用这几天，我测试了几 round 之后，我发现它的萤幕使用时间大概坐落都是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左右，就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像是有一天我拿它来拍 4K 的 vlog， 那天的萤幕的耗电程度大概就是比较高一点，那萤幕使用时间坐落在3个小时45分，就稍微低一些。那为这么耗电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拍了一整天的 vlog， 我去体验了三星的江南旗舰馆它那的圣水洞店。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我应该也会出一集 vlog， 所以你也可以期待一下，订阅一下。那听到这个数字，大概就是萤幕使用时间4个小时到4个小时半这个数字来讲，跟去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说好的续航力提升呢，说好的比较好的能耗比呢？那我这边必须说一下，这个萤幕使用时间会稍微低一点的原因，我觉得也跟我测试期间都在国外有关系。因为测试的那几天，我主要都是在韩国玩，所以我就是疯狂的拍照啊、导航，所以逻辑上来讲，这对它的工作量是稍微大一点。那如果是一般日常使用的话，萤幕使用时间应该会更多一些。不过即使这种出国旅游的情况之下，我的一天一充还是没什么问题，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的续航表现还是蛮 OK 的。那再来就聊一下它的充电速度的部分。那这一款它支援是25瓦的，也有现在15瓦的无线快充。我每次听到折叠手机还有支援无线充电，就觉得哇，这还是蛮厉害，毕竟折叠手机还支援无线充电。那充电部分来讲的话，10分钟可以充 20%， 那30分钟可以充到 58%， 那总共耗费1个小时20分钟充满 100%， 我觉得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充电速度啦，有比去年快一点点，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再来我们就来聊一下游戏表现的部分吧。首先它的散热面积这一次有增加了 38% 啊，这一点我在韩国有实际看到它拆解过后的手机，所以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再加上这次又搭配了高通骁龙8 Gen 2， 安卓的救世主，所以我这次真的非常期待这一款的游戏表现究竟如何。那我就马上来实测原神的部分吧，我直接把画质那些都开到最高，然后打开替代游戏效能管理，然后直接跑了15分钟的原神跑图，那跑出来的成绩是 54.5 FPS， 我基本上觉得算是蛮不错的啊，相较于去年我测到的48 FPS 来讲，好上不少。那温度的表现上来讲的话，背面的最高温度最多就是到44度，然后它是在镜头旁边的那一块，我觉得这个温度表现就还算是 OK 啦，毕竟原神真的是蛮吃效能的。不过有件事情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就是大萤幕打游戏真的是太爽了。大萤幕可以做分割萤幕更爽，你可以上面边查资料，然后下面边打游戏。像这画面就是我上面在查我的星海的素材要在哪里，然后下面直接在原神里面照着上面的指示走去采集素材，哇，真的是超级方便。那既然都讲到这个多功的体验，我也聊一下我这一阵子使用它多功的方式。首先我觉得它这次的多功快速切换真的非常方便，那底下那个多功显示从原本的2个新增到了4个，所以说你切换的时候是可以切换更多，我觉得还算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拿它来做一些多功的处理是非常的不错。你可以快速开3个你想要的应用程式，那也可以换它的位置，就可以边查资料啊，边看实况啊，边打电动，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状况。然后再来，我想聊一下他们这次新的升级，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升级，就是它的转轴更新到 Flex 转轴。首先它的夹缝真的变小，那你可能觉得夹缝变小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其实夹缝变小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放在包包里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些细小的砂石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到你的手机夹缝内，对于你的手机寿命来讲是比较好的。然后再来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质感真的好非常多。你可能觉得就是少了一个缝而已，但我必须说这个缝的感觉就是会让你整个质感上的差异差了一个档次。而且再来就是转轴其实是折叠手机最重要的部分，并这个转轴的稳定性就决定了整台手机的质感和你折叠时候的手感。好的手感在每一次开合的过程中都是疗愈身心灵的，不信你去开一次就知道了。这个转轴其实真的是蛮稳固，你拿来当脚架真的是蛮好用。我本来以为这样当脚架也会觉得萤幕很小，但我实际用过之后发现，还可以。如果中午吃饭这样放着看影片是还蛮不错。那下半部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一些截图啊，或者是对影片做一些调整。那同时你也可以开多个视窗来看其他的东西。但重点就是你不需要用手去拿着手机，这真的是蛮方便的。不
不过这个 Flex Mode 的有个比较可惜的点，就是它的重心的部分，如果你打开的角度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跷跷板的效应，就是它会往后倒，所以这个角度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能够放在桌上，然后马上有个像脚架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方便的。但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打开满版来看，一定是最爽，因为大萤幕的体验真的是蛮不错的。好，然后再来我们再聊一下整个拍照的体验吧。我自己觉得整体使用上来讲，体感上跟上一代并没有到太显著的差异。使用起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比上一代的油画感更少一些，细节更多一点点，但这个差异就不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它整体来讲，它的表现并不是三星产品线中说拍照表现最好的，毕竟还有一个 S23 Ultra。但我必须说，这个 Galaxy Z Fold 5的拍照表现，我个人觉得也是蛮足够的。毕竟它也具备了一颗主镜头、一颗超广角和一个3倍的长焦，整体来讲，它的焦段的范围是非常的广，一般的日常使用来讲，真的是蛮足够的。我自己有时候用都会在想说，哇，为了这个大萤幕，我是不是应该牺牲一点拍照的表现？毕竟这个拍照表现我自己用起来是还蛮够的。那相信看到这里，你看的这些样张，应该也会觉得是还蛮不错的照片表现吧？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一张你觉得稍微不足的，也可以底下留言我们分享一下。而有一个部分我必须强调，就是它这款手机拿来自拍是真的很好用。你切换过后之后，可以直接使用背面的主镜头或者是超广角来自拍，人再多都不怕，而且上面有个萤幕可以让你看到大家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像是我片头有提到，我有一天拿它来做整天的 vlog， 我个人觉得 vlog 的体验也都非常好。虽然拿起来之后很怕这个这么贵的手机喷掉，不过使用主镜头来自拍感觉真的很好，也让我更好奇 Galaxy Z Flip 5这种手感更好，拿起来做 vlog 神机或者是体验非常的不错。总之，我觉得拍照部分是还蛮够用，虽然说跟上一代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差异，但是真的已经很不错。好，然后再来聊一下它的内萤幕吧。我觉得内萤幕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就是它内萤幕的超薄可折式玻璃的耐久度是比前一代提升 25%。毕竟大家最怕的就是这个内萤幕出问题嘛，所以这个耐久度提升是非常重要。那我自己使用起来，我觉得它内萤幕的硬度的感觉其实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相对于第3代来讲，或更早以前的代数，你滑起来会有一种萤幕软软或者是它很脆弱的感觉。但这一次 Galaxy Z Fold 5滑起来，我觉得已经非常接近一般玻璃滑起来的手感了，当然接近啦，不是一样啦。然后再来聊一下外萤幕的部分，这个外萤幕就是大家非常有时候会有些人诟病，就是因为他觉得它的外萤幕过细了，很像一个长条状的那种奇怪的比例。但其实我觉得这外萤幕的东西是还蛮一体两面的。首先，大家说的外萤幕过细这部分，就是当你使用双手打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手感比较差一点，因为它的萤幕的宽度比较窄。但是你相反的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就是它单手使用体验其实非常的好啊。以我的使用习惯来讲，我外萤幕就拿出来应急用一下，所以我右手就是直接当单手做一些操作，不论是打字或者操作手感上来讲都是非常好。那当我真的非常急迫想要认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使用内萤幕来做处理。所以我觉得其实外萤幕这个窄度我是还蛮可以接受的。然后刚好聊到外萤幕，我们再聊一下这次的 S Pen。有人就会问说，那 S Pen 这次可以使用在外萤幕上了吗？答案依旧是不行的，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外萤幕主要是拿来应急用的，而且外萤幕的硬体目前也不支援 S Pen， 所以还是无法使用。那如果真的想要使用 S Pen 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它打开，然后使用内萤幕来做使用。而我比如说外萤幕用打开内萤幕的那一瞬间，真的是超爽，爽感十足，优越感拉好拉满，而且非常的舒压。然后再来，我想聊一下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软体适配性，因为折叠手机，如果你只是把它打开让萤幕变大，但是你的软体并没有跟上的话，它单纯就是把你的手机比例拉宽而已，其实很浪费折叠这个大萤幕。最好的情况就是软体厂商有特别去针对这块萤幕做适配、做调整。那像我在韩国体验时，他们的 PM 就有提到说，其实目前有非常多的厂商都已经在跟三星做配合，那他就有特别针对这个 Galaxy Z Fold 5来做调整。那像是金融业的 Bloomberg 彭博就有做调整，用起来整个感觉就会非常好，它就不单纯只是把萤幕的比例拉宽而已，它每一个空间都有做特别的配置，我觉得体验会非常不错。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聊的就是，虽然说我相信 LINE 应该没有特别做调整，不过这一次我在使用 LINE 的时候呢，LINE 也变顺了，非常的奇妙。那 LINE 整体打开的界面和整个在里面打字的手感，就内萤幕的部分，我觉得都没有之前那种会卡卡的感觉，这一次都还蛮不错，用起来我觉得非常的神奇。然后这一次的机身依旧没有内建 S Pen， 所以三星其实有推出一款保护壳是可以放笔的。
那这支笔会稍微小一点，那不过整体使用起来，我觉得手感还算蛮不错的。那你加上壳的手机呢，也不会到太厚重。那特别是它这个壳在拿取 S Pen 的时候，其实还蛮舒压，会有咔的一声。而且这款 S Pen 搭配3星的输入法，其实蛮好用，每一个输入框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手写输入。我相信长辈们应该很爱啊，就不用特别在下面还有一个输入板那边手写，它直接在那框框上写就可以了。不过这款 S Pen 就没有那些哈利波特的魔法手势，像是旋转时会顺命尊啊，或者调整音量，或者是自拍等等，这一点就稍微提及一下。好，那影片的最后就是来到购买建议啦。通常大家最常问的就是 Galaxy Z Fold 4会建议升级吗？就是第4代你会建议升级到第5代吗？那我个人觉得要看你在意的点。像是游戏的体验啊，换折叠的手感以及质感这几点，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其实这一代都是有升级的。那如果你换到第5代的时候，你就会升级有感。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这几点你都觉得还好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4代用户的话，就可以再缓缓。那至于3代以前的用户，或者是完全没有用过折叠手机，第一次想要尝试折叠手机的人来讲的话，我都还蛮推荐这款 Galaxy Z Fold 5的。因为这一代虽然很多人觉得设计和硬体升级并不多，不过其实你仔细来看的话，其实它升级的点还是蛮多的。像不论它的处理器有换新的，萤幕有换，最重要的转轴也有做升级。而且不论是软体的适配性和目前折叠手机制作的经验啊，或者折叠手机的地位，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试试看这种大款的折叠手机的话，我相信这一款 Galaxy Z Fold 5就会是最佳的选择。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希望你们看得还喜欢。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底下留言来询问我。那我有开一个 LINE 群和一个 Discord 群，那加入链接都放在置顶留言和资讯栏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来加入吧。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